这是一排长征运载火箭，其中一枚呢相当与众不同那就是带一个针尖的长征 2F 了。没错，就是它在今天成功的将3名航天员送往了中国空间站。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它可以载人，其他火箭却不能载人呢？载人火箭和不载人的火箭究竟有什么区别？它那根头顶上的尖尖又是干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放眼全世界尽管能够发卫星的火箭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发射载人飞船的，伸出一只手数到第3根指头就到头了。俄罗斯的联盟号、美国的猎鹰9号和我们国家的长征 2F， 为什么就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发射载人飞船比发射卫星在技术上难太多了。总结起来呢，3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推力要足够的大。卫星有轻有重，但是载人飞船却都是大个头，至少也是7、8吨起步的。比如神舟飞船呢，就重约8吨。要把这么重的一个东西送到距离地面200到500公里的轨道上，火箭自己必须首先是个肌肉猛男才行啊！第二个是也要具备应急救生的功能。载人飞船发射时，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火箭的上升段。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呢，火箭就必须要增设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生系统。它们就是长征 2F 顶上那个与众不同的尖尖的由来了。我们稍后会仔细讲它。第3点是比普通火箭要高得多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质量要求了。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要求大约为 0.9， 安全性则无特殊要求。这个 0.9 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每发射100次最多只允许失败10次。而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标准就要提高很多了，可靠性要求为 0.97， 意味着每100次发射只允许有3次失败。但这3次失败当中呢，危及到航天员安全的概率又必须要小于 0.003， 这就让它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 0.997。这个指标有多高我给你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假如一枚火箭里面装着10万个零件，而这10万个零件里面只有1个出现了故障，也就是零件的可靠性高达 0.99999，超级高了吧？但是呢，火箭的系统很大一部分是串联在一起的，即便使用如此高可靠性的零件组装出来的火箭，其可靠性却只有可怜的 0.37， 每发射3枚就有1枚可能会失败，连发卫星都不敢用它嘛。实际上，单靠零件的可靠性是不足以支撑载人火箭的可靠性的，它需要的是一系列的设计准则。我们通俗点讲，在长 F 身上呢，这个准则表现为用最简单的设计，用最成熟的产品，用最彻底的测试，以及呢用最合理的冗余。整个火箭上用到了4万多个电子元器件，它们都要经过100%的严挑细选。火箭飞行的全过程呢不过600秒，但是这些产品却要求600个小时无故障工作才行，是火箭寿命的3600倍。控制系统和电气系统中采用了数十项的冗余设计，也就是增加相同零部件的备份数量，即使一个甚至多个出现故障呢，也能够有顶替它继续工作的备用件，不会影响到火箭的飞行安全。最后虽然我们看到的发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这些年间呢，长 2F 的飞行仿真试验却进行了数万次，就是把这些环节都做到了极致，才让长 2F 成为长 2F， 成为这个世界上唯3的载人火箭之一。好了。我似乎还留了一个坑没有填就是长 2F 头上那个特有的逃逸救生系统了。其实这个东西呢，熟悉火箭的朋友不会陌生它在老早前的土星5号上就能见到了。可以称为是航天员的救生艇。一旦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出现重大故障，它就能迅速将航天员带离危险区，并为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呢提供必要的条件。长 2F 上的这套系统呢是这么工作的。来看这张图，它展示的就是整个逃逸飞行器的样子。说是个飞行器，其实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从3格翼的下缘开始，原本的整流罩呢会在这儿一分为2，下部继续连在火箭上，上部带着同样也是与推进舱分离了的神舟飞船的轨道舱与返回舱一起，在逃逸主发动机的帮助下呢，迅速与火箭分开。同时3格翼也降了下来，把逃逸飞行器的压力中心拉低，使它更容易受到控制。等到升空之后呢，逃逸塔上面的自控发动机便立马开始工作了，让逃逸飞行器在上升的同时偏转一定的角度，远离危险区。等飞出一定的距离后呢，分离发动机点火，把搭载着航天员的返回舱从逃逸飞行器里面分离出来，其余部分则继续飞行。返回舱按照自己的飞行路线调整到一个有利的姿态后开始下降，随后打开降落伞，安全着陆，彻底脱险。
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讲的地方，长 RF 的这套系统呢，又分成低空逃逸与高空逃逸两个部分。因为逃逸塔本身也是负担嘛，一旦过了危险性较高的起飞初期呢，就可以将逃逸塔给扔掉了。于是这个部分就没有了。但万一后面又遇到问题了呢？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嘛，即便在扔掉逃逸塔后，也还是有发动机能够完成逃逸动作的。它们就是这几个高空逃逸发动机和高空分离发动机了。并且高空逃逸发动机在一开始的低空时呢，也并不是完全闲着的。如果发生危险，它是会跟逃逸塔上的主发动机一起开机的，以此提高推力，让航天员更快的离开危险。当然我希望它永远也没有用武之地。好了，今年真的是中国航天的高光之年，让我们继续期待更多的精彩和奇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